11月的福音主日，好，所以我们的礼拜有比较特别的这样的分享，好，那特别在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圣歌队有点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在哪里？变帅了。哦，圣歌队对，里面我们的卡拉版没有出现哈，我们是现况的哈，那个钢琴弹奏哈。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好，一切都在学习，一切都在进步，好。那我想说，一样就是教会就是有更多弟兄姐妹有你的恩赐，好，能够奉献出来，好，参与教会就会更全备、更丰富，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奉献给神，阿们。阿们。那我想说，每一次哈，我在台下只要有见证分享的时间在听的时候，都会很被激励、很被感动，啊，因为真的是每个人都用生命啊在激励神，啊，每一个人其实有一句话说哈，其实我们哈的信仰里面有3本圣经。什么叫3本圣经？一本就是我们在读的这一本，好，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启示。一本是什么？就是所有宇宙万物、大自然。好，因为他们也会彰显神的荣耀。还有一本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好，每一个人都在活出神的道。好，所以神可以透过各样的在告诉我们见证他的荣耀。阿们，阿们。好，那所以今天呢，牧师要分享这个信息在我里面一直酝酿很久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很需要的，也就是神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跟旁边人说，神在乎你。神在乎你。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现在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即将进入年底的这个日子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要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也看到各这个万事万物都在为你而兴起，为你而效力。主啊，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在今天早晨透过这样的信息分享，来帮助我们对神、对自己都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主，愿你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可爱的动物是什么？麻雀。麻雀。好，我们再回去那个经文再看一遍上面。好。对，好，这个呢，他说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是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语，他的教导。好，那回到我的第一张 PPT， 谢谢。好，就看到说这里有一个买卖的现象，对不对？好，有人要买卖这个麻雀牧师真的有问一下，大家知道一只麻雀多少钱吗？好，通常买麻雀不是未来养的，因为麻雀没办法养它是野生的鸟，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麻雀好像会咬舌自尽，就小朋友会想抓来养抓回来大概没有多久就会死掉。好，然后牧师上网查了一下，我没有真的跑去鸟店问一只麻雀15块，15块因为通常买麻雀的人是为了什么放生用的。好，那如果你是大量的话，大宗会再便宜一点，10块到12块钱。所以你看麻雀这么的廉价。那在这边圣经里面讲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这个也很有趣，因为马太福音第10章也同样讲到这个故事。也讲到这个例子。那边呢，马太10章29节呢，他那里就有讲的更细部，说2只麻雀卖1分银子。2只麻雀卖1分银子。那大家现在算数算一下，2只卖1分，5只应该卖几分？那个就醒起来了，应该2分半吧，对不对？结果呢，怎样？只有2分，最好是什么？买4只送1只，好，或者是1只，这里的1只是不用钱，好，1只是不用钱的，好。可是呢，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说，这个价值到底是谁在定？
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学商学、经济学的，好，就会知道说这个是供给跟需要，好，在这边来做这个拉扯，哦，来制造这个达到这个平衡，才会有这个价值跟价格，对不对？但是呢，真正来讲，那如果对我们人而言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的价值是多少？好，怎么样看你自己的价值？到底是谁来定？好，那在社会学里面，我们也有人是社会学的哈，有一个理论叫做镜中之我，意思就是这一个人呢，他怎么样去评断他的价值，是由整个周遭的环境来对他的评价，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有一面镜子会反射。好，那所以你如果常常久而久之所接受的给你的评价是什么，你大概就会把自己认同为这个常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好，那还有呢，另外呢，有的人认为说，用我的社会地位来决定。好，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董事长，自然公司的人事、公司的财务资源都是我来调配，所以呢，我很有价值。好，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法官，好，你就可以感觉到你自己有这种特权式的社会地位。好，如果你是一个部长，好，那自然你会成为一个媒体的焦点跟新闻的人物。但是这些什么？也都是社会定定啊。如果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怎样？你的价值就会失去。好，那但是呢，也有人是说，我自我肯定。好，像之前大家很流行讲一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好，这种人哈，有点就是常常的哈，就觉得哇，自己对自己充满了，当然那个自信有点over 了，有点过头，自我感觉良好。好，那这个相对有的人就看到说，其实通常是有可能啊，不是说全部，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有可能另外一面在隐藏，那里面其实是很失落的地方。好，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对不对？好，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看待自己。好，因为我们还是很容易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或者是人群外在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影响。好，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很特别用一个麻雀来比喻。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好，可以刚刚牧师讲的现在的这个现值1只15块。好，在那个时候他还买4送1。这非常非常的一文不值。但是呢，耶稣从这里面来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的价值绝对不是从牧师所圈的这些来定定，好，而是很重要的。刚刚牧师讲那个镜中之我，那面镜子就很重要，是从哪个镜子来反射？好，你今天如果照了一面很古旧不明怎么样？你怎么样也看不清楚你原来的相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价值其实需要从我们天父上帝的眼光来看。首先，第一个，这个价值是因为什么？上帝的创造。大家说创造。创造。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创世纪》1章27到18节，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呢，你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上帝看为美好，上帝没有认为他的创造品有瑕疵品，阿们。他也没有说他的创造品有不良品要退货的，阿们。好，所以跟旁边人说，你被创造是最棒的。你被创造是最棒的。好，而且呢，我们所有的被造里面，人呢是唯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好，所以第一个人是什么？人像神。
人像神，好，但是呢，人不是神哦，哈，人像神，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虽然很渺小，我们也很有限，可是呢，我们的属性跟本质就不会跟其他的生物一样，好，像猪啊、狗啊，好，甚至我们觉得灵长类比较灵敏一点的黑猩猩啊、猴子，好，他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反映出人放在里面，好，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好，所以呢，我们会分别出来，我们是人，但他们是生物或是动物。所以人像神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其他的一切受造物所没有的，啊，也是圣经特别写在这个里面。所以人有情感，人有道德，人有良知，好，这一些都不是任何的动物能够有的。好，第二个呢，人与神是有关系的。你受造之后，好，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是与神同住同行，跟神说话。好，所以神造人是有一个关系的存在跟连结，所以人是被眷顾、被爱的。好，所以人渴望什么？神渴望什么？跟我们能够有相亲相近的关系。好，这个是跟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好，甚至呢，第三点，神让人怎样受托付来管理，所以神赐人有智慧。我们刚刚也念到了，好，你要管理什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好，这是上帝把这个很伟大的使命托付在被造物人的身上。好，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创造。你从这上面来看，你的身份就是什么？非常的尊贵，你是非常尊贵的。好，那这个世上的成功的这个哲学教我们，你要怎么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往上爬，你才能够来到人生的顶点，才叫做成功，对不对？可是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这样。他一创造你就把你放到最高处，阿们。一创造你就把你放到最高、最得到尊贵的那个位置去。他不是要你要过关斩将，慢慢爬上去，得到他的认同。好，所以我们呢，只要去了解到，好，原来我们能够被造像神，这就是一个什么？神对我们多大的爱跟怜悯，跟他在乎我们的地方，阿们。好，所以很重要的，好，我们人，好，其实就像我们在看每一个产品，它有那种价值的不同，往往是什么？跟它的设计者，或者跟它的出品公司有很大的差别。好，就是说，杯杯是一个杯子，好，我在这个路边摊买的，大创买的。跟我去百货公司，哇，那个英国古瓷一样是拿来喝水，价格差这么的多，好，而是因为什么？它的设计者跟它的这个制造者是不同的差别。那今天我们是从什么？神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设计者，最棒的制造者？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最棒的品质。神看为最优良的产品，阿们。好，所以第一个那个价值是因为什么？你是被神创造，你就毋庸置疑，你不是廉价品。好，你不是那个什么废弃回收品，阿们。好，第二个价值因为什么？上帝接纳你，上帝接纳你。好，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好，这个。很有趣哈，刚刚牧师讲了，不是等于买5送1嘛？不，买4送1，所以那一个是免费的，好，那个呢，这样看来是没价值0元，但是呢，上帝说连那一个上帝也不忘记，懂吗？好，那个这个是买青菜送葱的那种送给你的哈。那实际上呢，这一个这么的卑微，在神的面前，他也不忘记。
好，这个不忘记的原文也就是什么？不忽视，不会不关心，不会不在意。我觉得我们好像好多人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出身的那个地位，他觉得因为有时候父母亲可能讲一些比较玩笑的话有时候孩子不乖，讲一些比较玩笑的，但是其实对孩子来讲听起来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是垃圾堆捡回来的啦，你石头蹦出来的，这讲真的都觉得哇，孩子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或者是呢，我本来是不要你的，把你留下来。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出生的时候，他里面就带着存在一种他是被遗弃的，勉强被收纳的。可是呢，人会这样子来看，但是在神的呀，没有是这样说，你是什么附赠来的，你是多余的。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会觉得你在神的手中被捧在手上，被珍惜，你是里面其实是可以有非常大的力量，非常大的力量。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这一只是麻雀，上帝就接纳它，就是一只麻雀。麻雀能干嘛？我们只有知道小时候被拿来骂很吵的时候，叫做这些麻雀，对不对？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当然，它会吃害虫，这是后来知道一些，它有一些这样，其实呢，我们也不知道它有什么贡献，但它就是麻雀。神从来没有要一只麻雀要变成老鹰，我接纳你。所以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在接纳我们，可是我们有好多人活在那个比较的当中。我明明其实我可能真的只是一只小麻雀，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开心的做这一只麻雀，因为我看到别人哇，他至少是鸽子，圣经里面都一直在提鸽子，好像鸽子比较伟大，鸽子比较属灵。耶稣受洗，还有鸽子降下。当鸽子多好，或者是什么一只老鹰，哇，这么威武，因为麻雀可能要被老鹰吃掉而且呢，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有限。这个部分甚至有可能其实就是上帝所创造你的。那在世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缺点、一个软弱、一个问题，但在神的眼中从来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想想，上帝都接纳你自己了，你自己有没有接纳你自己？你总是在那里觉得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够。像如果今天我自己之前也常常用一个比喻，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板擦，你就好好的擦你的黑板，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你很棒的功用，你的作为，你完成了上帝的设计。但是今天呢，这个板擦硬要说我要来当拖地板的拖把，那个拖的很累呢，趴在地上都还拖不干净。可是呢，可能因为这样子做完以后，这个板擦怎样就被丢掉了。因为什么？你一点都没有发挥你的功能，你没有做到最好。实际上，它不是没有做到最好，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用来做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调整。上帝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做违背他创造我们原来的样式，可是我们往往是怎样？刚刚讲了，你一开始你对自己的价值就已经那个来源是错误的，你是从环境跟旁边的人来定义的时候，你也认为，我也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你忽略了上帝原来创造你本来的样式。好，那我们来念这个诗篇136篇23节，来。他念创造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所以不管你在多么卑微的状态，神仍然怎样顾念你。他不是那个什么优秀的人的神，
他也不是什么健康的人的神，他也不是那个富有的人，他是谁？他爱所有的人。那这个接纳也包括神对你的爱，都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绝对不是因为你努力了多少，他就可以多爱你一点。绝对不是因为你努力了多少，他多爱你一点。那有的人会认为说啊，我有服侍神，我越服侍呢，我要越讨神的喜悦。对，我们应该是要带着讨神喜悦的态度来服侍，但是不是为了讨神喜悦来赚神的这样的一个心，了解吗？好，因为神给人就是一样的，神是公平对待人的，他就是爱你，他就是爱你。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你多努力一点来赚得他更大的爱或更大的怜悯。好，神是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有一些错误的这个目标跟眼光要调整过来。你要接纳自己的独特，接纳自己的是唯一的，在这个世上是唯一的。好，你才能够去彰显出来上帝放在你里面的价值。好，所以神会非常的了解你，神会非常的接纳你。但是当然，这个不是成为我们自己一个自我堕落的借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我刚刚是讲，神创造你本来有一个神的形象，可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可能被世界价值观扭曲。我们有一些的罪性，一些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追求，让我们自己回到神本来创造的样式，然后发挥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努力做的。好，不是去改变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好，我要变成另外一个标准，而是要用神的眼光、神的标准来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第三个，这个价值是因为上帝宝贝你。圣经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请问谁有去数过头发？我还要你赢没有人那么闲可是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经历你真正被好好的有的人去摸你的头发，去摸你的头发，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表示什么？是一种疼惜，对不对？一种亲爱。那我自己一直印象很小的时候，被我的姑姑带去他们的应该是公司的旅游，还是大学同学的旅游，我忘记，我就跟着去。然后也是跟着姑姑，然后跟他们的同学还是同事一起。然后那天晚上我在睡的时候，跟着我的姑姑睡觉的时候，她摸我的头发，我那个感觉是好舒服然后我就这样睡着。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那今天神是什么？不是只是摸你头发，他是什么？他数过。这个数在原文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它叫做什么？叫编号。这不是数过去而已，是编号。你知道人有多少头发吗？牧师有调查有人计算过，如果是金发的人大概有145000根头发。黑发的人大概是10到12万根。好，那当然了，现在有的人有一些什么压力太大，头发比较少那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10到12万根，神都怎样编号上去。当然，它这是一个文学用法，可是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想，什么东西你需要编号上去？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像教会的资产有没有编号？学校的资产有没有在编号？公司的资产为什么要编号？怕不见嘛，对不对？所以上帝连我们的头发都编号你看他有多么多么的看重。好，所以在这个经文有说，如果连掉一根头发怎么样，都是他所允许的。
这表示什么？上帝连这么细微在你身上的事情，怎样？他都看顾，他都管。所以你不用害怕，连小事上帝都在意，何况你很多你觉得又大又难的事。阿们。好，所以我们神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神，我们每天都在掉头发，因为这是新陈代谢。所以这是神呢，连每一件这件事情，其实都有他美好的带领跟掌管。他是无微不至的，而且他时时处处看护我们。他看我们是什么？他怎么宝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第4节上段来，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他看我们到这么深的地步。好，所以我们连掉一根头发，上帝也知道。我们每天扫地，地上很多头发，就赶快把它丢了。但是神连这个都知道，所以他保守我们，他看顾我们，他呵护我们。如果不是经过他的允许，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受害。阿们。好，你看这个。刚刚牧师讲那个麻雀是这么普通的一个动物，神要我们什么？就是透过这个自然，就看见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保护哈。所以今天又多提供一个麻雀的功能，你以后看到麻雀，你就可以赞美上帝了。阿们。好，我连上帝最后的一节来，最后的这一节，上帝就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这只麻雀我都看不成这样，何况是这些像我的人呢？好，所以神因为我们了解、抓住这个信息，神在乎你，使你什么？没有惧怕，你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个，你是无价的，你是有神的形象。第二个是什么？神接纳你。好，你要从人的比较。还有人的这些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出来，神接纳你。第三个，神宝贝你，呵护你，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乎你，可能比你自己在乎你自己还要多。我说我今天很容易常常得罪神，所以我害怕。你不要忘记了，神怎么样？大卫犯的罪多，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真实悔改的时候，神就让他从这一切的忧虑、惧怕里面出来。好，我们来念彼得前书5章17节，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因着你知道神对你，神这么的在乎你，你没有什么忧虑是不能交给他的。它可以让你完全的信靠。再来，最重要的是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已经什么？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上十字架，舍了这个生命。你说他在乎你到这种地步，要解决你有罪的问题，他要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对，世上没有一个爱比这个还要大，也因着这样的爱，可以把惧怕除去。好，我们来念约翰一书4章18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当你常常有一些忧虑、恐惧的人，你要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才会在他的爱里面除去你所有的惧怕。当惧怕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你所依靠的这一位又大又真又活的上帝，从来没有撇弃你，从来没有离开你，他也不会对你失信，他就是这么的慈爱怜悯。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离我们不远，他随处随在。我们请诗情先上来那个全新的你，而且
神好希望，当我们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去体会到，活在这个世上，就是神最独特的创造。我每一天活着，我跟你讲，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每一天有气息活着，那就是在荣耀神，那就是在荣耀神。你不要把这个想得这么的难。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你不用害怕，你也可以从在这世上这些错误或者这些失败，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更新的机会。神给我们无限的机会，来得着赦免，得着悔改，得着医治，得着帮助。也许在你出生的家庭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全，也许在你现在的婚姻关系里面有一些的失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父，他在乎你，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全心的你。你说明天代表你的心情。请大家闭上眼睛，好好的来思想牧师刚刚所说的信息里面，神用这样子一个独特接纳在看待你的眼光，是不是你渴求、渴望也能够得着的？
而是神一直在寻找，他一直希望你能够知道，他每时每刻就是这样子在看顾你，这样子的在看待你。若是你没有接受他，跟他建立起关系，仍然这样的价值观没有办法进到你里面，仍然圣经所说看顾麻雀的主也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做任何的事。若是我们当中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再由你的环境来定定，应该是由这位爱你、创造你、看你为美好的父来定定的人。你说今天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让我的生命从过去这一切的失败或失落当中、迷失的当中来转回，让我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这是你心里面的需要跟祷告的人，你就把手举起来，我们每一个人眼睛都闭着，让牧师来为你祷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请把手放下。还有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常常在一些自我价值观认同的上面一直在冲撞跟冲击，因为有太多的角色，太多的需要你要去满足，以至于你迷失了神原来创造你的样式。可能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辛苦、很孤单，也同样的，神要重新的来更新你，来塑造你，让你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更多用他的话语来塑造你自己的心。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让你不用再挣扎，也不用再失落，请把手放下。这时候我要带你们来祷告，我祷告一句，所有的人都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的过犯，我没有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错失了许多的机会，是你要来亲近我的机会，是你要来肯定我的机会。我远离你，求你原谅我。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邀请你进来，使我重新可以回到父的家中，做你的孩子，脱去一切缠累我的罪，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也要重新活得有光彩，有信心，能够荣耀你，充满了喜乐，充满满足。愿你的爱更多的浇灌我，滋润我，也让我愿意扎根在你的话语里。谢谢你把恩典给我，从今天开始，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自己，看待周遭人。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